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求婚戒指啊？嗯，连颗钻都没有。戴上。戴哪根手指啊？戴哪根手指你都不知道，这根。 看见了吗？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楼都卖出去。喊一下口号啊！有我最强，有我最强，我为灯王，我为灯王。只要干不死，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就往死里干。小美，带着大家再喊两遍。好，有我最强，有我最强。我是来应聘的。我为灯王，只要干不死。来，跟我进来吧，坐。 来面试什么岗位啊？销售。来，跟我进来吧，坐。来面试什么岗位啊？销售。有过工作经验吗？我刚毕业。了解地产销售吗？就是卖房子呗。你觉得销售有什么技巧吗？有需就有求，销售就是发现人的需求。有需就有求，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卖出东西来。我喜欢你的答案。销售就是要发现需求，掌握需求。我就喜欢你这样没经验的，我好培养。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啊，那个工资的话是？前3个月试用期，保底工资4000，3年以后交社保。啊，这哪个销售是吃保底的呀？好好干，1个月2、3万是事儿吗？拼了命干，1个月10万8万的也不是事儿啊。今天能上班吗？今天我什么都没带啊。花呗、微利贷该还了吗？这个月9号。眼瞅着是换季了，新衣服该买了吧？我现在就能上班。人事就在外面办手续。好，谢谢经理。谁的业绩好，谁就排在前面，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业绩这个东西最公平，不分先来后到，你也可以。谢谢经理的鼓励。走了，跟我出去。去哪儿？跑业务呀。退钱！今天不退钱，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你不用跟我啰里吧嗦那么多，退钱就完了。我就是一个新来的前台。那我们那儿怎么住呀？我俩来了几次了，不归我管呀。不退不走了。我俩今天来多少次了？来多少趟了？这事不归我管，我就是。那我们的房子哪住呀？最低只需6元，动动手指，你也能成为王者哦。调整一下，继续。最低只需6元，动动手指，你也能成为王者哦。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哎，停！下一个，动动手指，你也可以成为王者哦。嘿，这个还行啊，配着吧，还不错。哎，停！张冰茹，我要的是8块腹肌，不是1块。王总，要不你让我试试？你看，只要666。
手指，你也可以成为王者。王总，你觉得我怎么样？那现在怎么办嘛？得加钱啊！加。只需6元，动动手指，你也可以成为王者。太酷了！太帅了！看见没？这才是我要的感觉啊！摄影师，拍张照片。这是我男人，你走开！这是我未婚妻。我的青春我做主，钢筋水泥混凝土。干杯！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干了！好了，一会儿买房找我啊。慢慢，如果您对房子满意的话，建议您尽快定下来。房价都涨了4倍了啊！对，再不买的话就不想买，真的。最好要是想价的话，你就跟我说。哎，好嘞，联系我。周边的小区啊，价格都比它高。好的，没问题啊。哎，慢慢，你新来的，大哥敬你一杯。敬什么敬啊？哎呦，自拍完再喝，来得及。走。行。你让他喝，哇，你这样太好看了吧！谢谢你啊。是，你是前台啊？啊，我叫尤丽美，现在大4，当不了销售，只能当前台了。对了，你是新来的，他们今天商量好要灌死你。来，哎，对了，那客户这么闹，你们工作压力挺大的吧？哎，装傻充愣呗。那他们为什么要闹？你看啊，交了中介费，房子卖不出去的，或者是付了首付，贷款迟迟下不来的，还有房子被卖了好几家的。那万一他们这么闹起来，你们 hold 不住怎么办？报警呗，这属于经济纠纷，警察也管不着啊。你们全公司的人都这么做事啊 ？No， 这属于 C 类业务，商业机密，需要工作2年以上才会给你培训。哦，大家一起喝一可以了，来，你俩干嘛呢？过来喝酒。怎么办？快点。没事，我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啊。谁躲了？来，喝！干杯！这房产中介有前途吗？哎，你们这上司人品怎么样啊？只贪财，不贪色。杨二，你可想清楚了啊！干房产中介可辛苦，年轻人就得多吃点苦。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哎呦，夏天好，车间里面温度都50多度啊，还有高噪音、高湿度，忍着、挺着，知道吧？加班都是自愿的，那叫荣誉，知道吧？啊，难怪，然后我爸我也不理。说什么呢？没什么。哎呀，他也就3分钟热度啊。你们一天天怎么净打击我啊？这可是我第1份工作哎。哎，人家底薪多少啊？底薪，底薪有点低，但是提成很高啊。我有一个同学啊，干了几个月啊，现在都买房买车了。哥，你要是一辈子待在家里的话也可以，我可以养你的。我说大老爷们让你养，那不成废物了？我办了一个新号码，现在呢，我有2个手机，一个用来接家里的电话，一个用来接客户的电话。以后啊，你们要有朋友想要买房、租房啊，都可以跟我介绍哦。喂，吴伟，哎，你看到我发的刷宝了吗？我现在干房产中介了，你要是想租房，随时找我，我随时带你看房。入戏了。我现在要去复习我的资料了，失陪。拧不上来有没有样的？这，你给他做个培训啊！自学成才。他要挣了钱，以后在这家里都得横着走了。哎呦！哎呀，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来了？
这样子怎么了？不是，我们是来买房子，我们是很有钱的老太太，你穿的像买菜一样的，你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说，现在有钱的人就得是我这样的，干我什么花枝招展？很多人都是以貌取人的，你知道吧？行了，你也赶紧的，快点儿。哎呦，那好吧，没别的办法，我给你办一下。哎呀，行了，这样就可以了，快点吧。哎呀，很有钱啦！哎，你超有钱的，现在你知道吧？哎，你好，欢迎光临。2位是买房还是卖房？买房。那我给你们推荐销售啊。没事，我来就行了。啊，你们这边坐。干什么呀？砸场子呀？我们是来给你撑场子的。我们是来给你站台。是这样啊，我们的房源呢都是真实的，所以只需要你们说出需求，我会按照你们的需求来给你们介绍合适的房源。那请问一下，2位是想要2居的还是3居的呢？是这样的。我现在呢，跟我儿子儿媳妇儿，未来还要跟我孙子一起住。这房子起码是要3居或者是4居，起码有2个卧室，必须朝南，一定要位置好。哦，那这房价不便宜的。哎呦，钱不是事儿，你只要给我们介绍合适的房子就行。2位阿姨啊，看房子啊，买房。谁呀，阿姨呀？叫姐姐。哎，姐姐好，姐姐好。哎，小杨。你把这钥匙给小王那边送过去，他带客户看房子。不是，我这客户就在旁边那个便利店那儿，你送了去就回来。哎，特等走了？对呀，这还是介绍房源呢，说一半呢。那你看2位姐姐，我也给大家介绍啊，是不是？不是，小伟，哎，给2位姐姐倒点水，看看是喝果汁还是喝茶。不用，你这个小同志啊，我要好好说说你了。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撬人家小姑娘的生意呀！对啊，我是她的领导。我看着2位姐姐是诚心诚意买房，我得对你们负责任。谁要你负什么责呀？你负什么责呀？人家小姑娘就不能给我们负责啦？有些情况您不太了解。那她刚来啊，经验少，而且看着小姑娘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她是干不成。谁说好看的姑娘就不能卖房子？对呀，工作就不能干好了？我看人家小姑娘脑子很活络的，而且很有亲和力呀。对呀，你怎么说她的你？这什么？哎，姐姐别走啊！我的房源多呀，我跟那个房东都熟，我能压的价格他做不到。走，再见。我跟你说，小伙子，好好做人啊。对。哎，人呢？一看就没钱，还买房子呢。小妖精啊。干嘛？我的。嘿，一趟，慢点啊。小妖精，我原本以为你不会踏踏实实好好工作，没想到干得不错呀，挺上道的。那当然了，我每天晚上都背资料的。不信你随便考我，这附近所有的小区啊，哪些有3居室，哪些有2居室，哪些是租的，哪些是卖的，他们全部的价格还有历史成交价格，我全部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哎，手动点赞。那你多给我做点好吃的，我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很辛苦的，很需要补充营养的。哎，知道了。但是你也不要那么太辛苦了啊。哎，今天我们去你那儿。半道上把你叫去送钥匙那个家伙，哎呦，那个人可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要提高警惕。他让你去送钥匙，是故意把你支走，想抢你的活儿。他以为我们2个老太太是大客户呢。知道。哎呀，你上点心，别不当回事儿，小妖精。知道啦，老太婆。哼，吃吧。好，请2位先生站好了。哎呀，2位不要这么拘束，女士挽着男士。我是你的。好，男士稍远一点，来，哎，再来一点。好嘞，来，准备啊。
3、2、1。你们的办好了。哎，谢谢啊。我真能重新照吗？我这照太丑了。想要照好看的，下次再照。不是你说谁下次呢？算了。不是他照，咱们还有下一次。别理他，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走了。来，户口本拿来。态度也太差了。老婆，新。叫什么？老婆。走了。回迁房。小产权可以卖，那套房子抢的人很多。你把定金先打过来，我让房东给你留着。OK， 好，经理，小产权房也可以卖的吗？没产权都能卖，没有我卖不了的。嘿嘿，姐啊，我真感觉咱俩特别有缘分。你长得和我亲姐似的，要不你想我自己的关系，我凭什么用啊？所以说，过了这村真没这个店了。哎呀，我呀就这一套房子，这现在儿子上大学急用钱，要不我怎么舍得卖呀？所以呀，我给你的价钱比别人高了15%啊，人家明天就打钱。你想想，过2天，你在钞票里面游泳了。那这手续费怎么算？手续费是成交额的5%，但是啊，因为您这个是小产权房，公司规定要先交手续费，我们要去帮您打点好关系，才能过户，您是知道的。姐呀，你这是小产权没房本的，能卖不错了，人不能太贪心。好，我不谈啊，我给你拿钱去。房子卖了。哦，孩子有钱上学了。看什么看？合同？哪合同？转点钱也不容易啊，点。行，来，我帮你数。有零着呢，你把这零的数上。杨妈妈，来，这一次的提成，我也有啊。当然有啊。谢谢经理。经理，我偷偷问一句，这次你能赚多少啊？5000。乘以10。以后跟我好好干，钱挣不完的。那我先出去了。啊，去吧。可心来了。哎。干嘛呀？我说到做到。你就是拿这个东西来给你爸赌气的是吗？
你以为婚姻是什么呀？婚姻是两个孩子凑一块过家家呀，婚姻是神圣的，婚姻不是儿戏，啊？陈东刚呢？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薛可欣，我薛桂祥看重的是男人说话做事情言而有信。是谁跟我说把公司经营好了以后才会来娶我的女儿？好好的公司被他经营成什么样了？你看看你们现在公司成什么样子了？啊？没有你的捣乱，公司蒸蒸日上，人家忙着呢。可心，你就体谅体谅你爸爸。这前2天刚刚做完体检，血压又高，肝又不好，这火大伤肝，你就别气他了啊。生气是我气的吗？上回是采阴补阳补的吧？这个是我的女儿。你说如果她是在淘宝上买的，我可以退，可以换，还可以随便给差评。哎呀，跟你开玩笑的啊！开玩笑？开什么玩笑？这种事能开玩笑吗？我告诉你，薛可欣，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玩世不恭。你以为天底下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开玩笑吗？啊，拿这种东西来跟你爸开玩笑吗？做事不成，能力不行，连行为举止得体你都做不到，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跟你爸爸交流的吗？我做事不成，能力不行，是谁的杰作？是谁从小否定我、打压我，美其名曰说是想让我快乐？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很快乐。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一回主了，你别想着再控制我。只要我薛桂祥还是你薛可欣的亲爸一天，我就绝对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绝对不允许。你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恨你！我告诉你，你和陈同刚在一起就是瞎扯淡。哎呀，这父女俩你干什么还动真气呀？你干嘛呢？孩子就是个鱼脸。老公。怎么了，老婆？老公。怎么了？今天是不是不适合结婚啊？谁说的？我今天查了黄历的，今天宜嫁娶。那怎么结婚的时候遇上了乌鸦嘴，现在结婚证又被我爸撕成这样？哎呀，我这不是补好了吗？我可怜的结婚证。我听说这个是可以补办的。补办？怎么听得像二婚啊？你这一打起游戏来，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熬夜也不觉得累了。升升级，攒攒装备，这样忙的事太多了。妹妹，回来啦？哦，吃饭了吗？我不饿。大妈呢？出去遛弯了。你怎么了？撅着个嘴，臊眉打眼的。我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们。好消息怎么还不高兴呢？我跟经理一起卖了一套房，经理给了我1000块钱提成。那这不好事儿吗？是小产权房，而且高于市价。小产权怎么了？小产权不是违规的吗？哎呀，天塌下来，我主管在那儿扛着呢。要问你，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房东挺可怜的，给的全是现金，一沓旧钞票，整整齐齐的包在手绢里面，一看就知道是攒了很久的。习惯跟我爸一样，都是把钱包在手绢里面。我跟你说啊，杨曼曼，你别同情心泛滥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吗？你这今天这钱拿的是不是就等于是封口费了？那我不是进贼窝了？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呀？这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呗。这刚入行第一步还是很重要的吧？丫们怎么就说你们女人是情绪主导抉择呢？在职场做小伏低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你像我这种技术工种不是也一样吗？你能不能别教唆她任性啊？我教唆她任性，你愿意让你妹妹刚入社会就被这些低俗的人、市侩的人给洗脑吗？你说现在这孩子啊，要不然就是跳槽，来不来就是换工作的。你这工作哪有是完美的呀？好的工作是可以让你在工作中实现自我的，而不是丢失掉自我呀。你看看你，再看看我。加班小沈，社畜小杨，我们加班时间超过了97%的同行，用失眠换来了晋升的机会。然后呢？不要再吵了，我再看2天吧，实在不行辞职。不是吧？怎么啦？产品召回？哪家公司啊？我们公司啊。啊？什么原因呢？肯定是售后做的不好呗。我估计这2天公司得准备叫我回去了，我得去准备材料。这不没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去吗？你等给你打电话再说呗。那不是我性格呀，这必须马上啊，这不是我风格啊。哎，你记住了啊，听我的，别听你嫂子。别听他的。这么大的规模的召回，这业内震动可大了。董事会现在问了，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自从杨铮当上这个技术总监之后呢，公司的产品啊，反倒几次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技术方面的问题。有些售后出了点问题，后来好像都给解决了。没有上报吗？有些问题很快就消化了，就不上报了。销售部最近丢了2个大单子，跟这有关系吗？这个我不好说，因为说了之后吧，好像是在放冷枪似的。你大胆说。嗨，这也确实有这个情况，啊，技术部呢一直在闷头烧钱搞研发，这个公司一直都是支持的。但是如果这个不能为售后服务的话，怎么现在才来找我嘛？啊，他要找工作，要干房产中介，找我就对了嘛。怎么每次都是出了事情才来找我？哎，你怎么那么啰嗦呀？这不也没出什么事儿吗？怎么没出事情？签约那天你在现场吧？嗯。定金的抽成你拿了吗？给了我1000块钱，说是提成。他已经涉嫌诈骗了。没那么严重吧？他们不都说是潜规则吗？哎呀，你干什么不相信老顾啦？他也不会骗你的了。那他也是开中介公司的嘛，那谁知道是不是行业竞争？哎，苏云，我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我可是本分做生意啊。所以嘛，你就发不了大财呀。曼曼，你拿我们当你的家人吗？反正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骗我吧？那你自己做个决定，报警或者不报。干嘛要报警啊？最多明天去辞职好了呀。人三思而后行，鸟三顾而后飞。你好好说话。对，我的意思，慎重，再慎重。听到了吗？曼曼。那我要先把小美摘出来。你们公司宠物啊？还不是，是我们公司前台。小妖精啊，我刚刚路过你们公司，我看见很多人被警察带走了，你们那个经理也在里面。嗯，我知道啊。不是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没你什么事儿吧？没我什么事儿，我都辞职了。辞职了？为什么呀？那些人干了坏事儿，我就告诉受害者，然后就报警了。真是你干的？嗯。不知道
道是不是跟你一起待久了，感染上了你的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怎么样，满意了吧？满意。行啊，丫头，行。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呢？我去做饭，今天中午吃点好的啊。哎，你给你大妈下什么迷魂药了啊？哦，哥，我跟你说啊，我把那个贼窝给端了。哪个贼窝？就我们那公司啊，我通知了那些受害人，他们拉了一个群，然后一起报单，小金额就变成大案子。谁让你这么干的？嫂子，你初出茅庐，涉世未深，你不懂江湖的险恶，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干嘛？除了我嫂子，大妈也是很支持我的。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长点心吧你。最近低调点啊，千万别他们发现了。哟，小陈亲自下厨啊？对，我结了第一笔月费，我谈的客户，所以庆祝一下。哎，我给你打把下手吧。谢谢王姐啊。谢什么呀？你厨艺那么好，有什么秘诀教教我呀？好的。你今天带我来这儿干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啊，不能只靠自己，比如说爱情，或者是找客户。我先谢谢你啦。你不是一直都想认识大客户吗？去哪了？这里边就有一个。早点回家。真的假的？不信啊？哎，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先认识，不打紧的。见客户。吴总，哎，久等了。来介绍一下，智瑞天杰薛总，花语青年吴总，年轻有为啊。过奖。您好，请问喝点什么？一杯热美式，不加糖不加奶，谢谢。您呢？一样。啊，好的，请稍等。谢谢。时间宝贵，那我们就开门见山。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产品，这上面呢有我们的报价，请您过目。我有一个女朋友是高级白领，但是即便对于她来说，您这款精华的报价也是有点小贵。我们这个原料就贵，所以成本肯定很高。可是您别忘了，大部分女性都不是成分党。所以啊，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来提升我们的复购率嘛。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专业。你们开通公众号了吗？没有。目测您和您的团队应该都是搞研发出身的吧？薛总好眼力啊！建议你们可以开通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呢，可以和粉丝直接对话，建立联系，还可以快速的反馈。这样不仅省去了调研的时间和成本，还可以直接看到产品的转化率。好像没有先例。先例，罐头是1810年发明出来的。可是开罐器是1858年才研发出来的，整整48年里，从来没有先例。薛总，相见恨晚呐。吴总，您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昆博的掌门千金。怪不得呢，虎父无犬女啊。我们希望和智瑞天杰建立牢固紧密的合作关系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那我就先恭喜二位了。哎呦，小陈啊，你可真厉害呀！那么短的时间就做了这么多菜啊！薛小姐找到你哦，真的是有福气。酒。快点儿！哎，你说我刚才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一点霸道女总裁的感觉？必须有。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行了啊，说了17、18次了，差不多得了。
你说我什么经验都没有，那个吴总怎么就这么轻易就被我说服了？很多时候呢，知识都抵不过见识。我决定今天封你为蓝颜知己。那怎么着？需不需要我配合一个单膝下跪啊？啊？你知道吗？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分为2种，一种呢是要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另一种呢是要靠自己来征服世界。我姐属于前一种，我觉得你是后一种。你也太高估我了，我爸可不希望我染指他的王国。你可是他唯一的女儿。那又怎样？老公，我回来啦！我天啊！这么多好吃的都是你给我做的。你去哪了？我去见客户啦。什么客户啊？花语轻言，你认识吗？不认识。这世界上分2种女人，一种呢是靠征服男人来征服全世界，还有一种就是靠自己来征服世界。这是广告词啊？算是吧。童刚，童刚，我想好了，我决定以后帮你，一会儿还约了个客户，吃了饭就去。我不用你帮，我今天做这一桌子菜，就是为了庆祝王子轩给我结的第一笔月费。但是我们智瑞天劫也不能光靠游戏呀，这鸡蛋也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哪有那么多鸡蛋啊？我只有一颗鹌鹑蛋，要那么多篮子，我都不知道放哪。你今天去见的客户，谁给你介绍的？钟启明。薛可欣，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他就是个假洋鬼子，为人特别的不真诚，你最好离他远一点。陈同刚，你不会以后我去哪儿见谁干什么都要跟你报备吧？如果你能做到，我不介意。我刚摆脱我爸，又给自己找个爸来管我。如果你不介意，我还可以叫爸爸。我呸！你还爸呢？我，给我站住！哎，这儿，胡总，给您请。好。你到哪儿了？我已经到了啊。啊，还有人来啊？对啊，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谁？我们新智瑞天劫的大金主陈同刚的女朋友。姐，你几个意思呀？你这是给我增加游戏难度，知道吧？我这。哎呀，这位是？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薛大小姐，这是胡总。你好。是不是我爸让你摁死智瑞天劫的？你爸？你爸是谁啊？薛贵祥。哎呦，我偶像啊，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哎呀，薛大小姐，来，握个手，握个手。来，拿个杯子，服务员。薛大小姐，你这“摁死”俩字太难听了。你说你们又不是什么苍蝇蚊子的，摁死怎么可能吧？您好，您的杯子。哎，谢谢啊。那你就是承认了？承认？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家务事，我干嘛去堵枪眼啊？是不是？不过啊，你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老胡，行业得有行业道德，客户都被你抢走了，不合适吧？哎，我刚才都说了，这是人家家务事儿，左手打右手，谈不上什么行业道德。我跟你说，你我都是给人爷儿俩打工的，明白吗？你是给钟启华打工的，他才是大股东，股权结构一目了然。对，你长得好看，你说什么都算，好吧？把我的客户还给我。那不成。左手倒右手，有什么不成的？这新公司我有股份啊，而且还占了不少，我是2股东。
所以说，这业务这事儿啊，咱今天不聊啊，咱们只喝酒，好不好？怎么啦？还在为姚曼曼的事情生气吗？不热呀？我不热。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投资跟投机有区别吗？没区别。有区别。有什么区别？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呀，不好笑吗？一点都不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啊！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的时候，我笑了好久。简宁是谁啊？我的一个同事呀，你见过的。不好笑。好笑。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啥事？明天咱们跟陈东刚一起吃个饭。跟他们有什么事啊？不吃。哎呦，反正你也没什么事情，联络感情嘛。谁没事啊？不是，哎，你说说人家，对吧？是用金钱换利益，你是用劳动换利益，你们就不在一个阶层上，作为朋友，你不觉得这自欺欺人吗？不在一个阶层上就不能做朋友吗？人家每天点对点 O2O， 王八对绿豆的，咱们跟人聊什么呀？啊，聊咱们家那点破事儿。哎呦，你不要那么小气嘛！我跟你说，薛可欣和陈东刚他们俩刚你们这儿了，然后也办不了婚礼，咱们作为朋友一起吃个饭不是应该的吗？都领证了，这么快？嗯，去吧，啊，去吧。你干嘛去啊？拿钱，准备红包。恭喜恭喜，啊，百年好合。谢谢哥。这点钱在你们眼里虽然是毛毛雨，但是就当讨个彩头吧。谢谢你，杨老板。来，可心，祝福你们啊！希望你们两个能够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爱是恒久忍耐，是恩赐；爱是不自夸，不张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算计别人。爱是永不止息的。干杯！恭喜恭喜！谢谢你们。坐吧，坐吧。嗯。我跟可心结婚不容易，婚礼婚宴一概没有，挺寒酸的。这些都是繁文缛节，不重要的。真不办了？嗯，不办了。那就不办，这样也挺好。嗯。哎，对了，我给你们找了几个大客户，通知大家明天复工。真的？太好了。哎，二位老板，我打断一下啊，我可以原在先哦。领导加班，每周不能超过3天，每天加班不能超过10点。只要怀孕了，必须立刻辞职，马上回家堕胎。哥，没问题。有问题？为什么呀？别人怀孕了都能工作，为什么我不能呀？我要是不工作了，咱们家收入就少了一半。你妈每天买个菜都在那儿锱铢必较的。我妈怎么锱铢必较了？我刚升了职，收入明明增加了。大哥，你都休假了？暂时的。那万一不是暂时的呢？我们老板上次还跟我说，产品做得非常好，还准备在那个市场大会上给我授奖呢。谢谢你了，你们公司的产品都大面积召回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干技术干傻了？你跟鸵鸟似的。哎呀，你俩说话了。产品有问题，这是1天2天的事儿吗？这个节骨眼上让你休假，你不觉得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总之，如果你没有工作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放心，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去一下洗手间。哎，
造反呢？怎么你就直男癌发作了，不让我工作啊？养活妻儿那是男人的规定动作。你上你的班，你做你的女强人，干嘛把我往地下踩？谁踩你了？产品召回有很多种可能，很多环节都可以出问题，不见得是我的责任。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办公室政治。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得找人背锅吗？我说的这是最坏的打算。要说你回家说呀，你在外人面前挤兑我干嘛？显得你能耐啊？要我配合你做面子工程是吧？僚机就得心甘情愿地为主机牺牲是吗？可惜呀，婚姻法里没有规定老婆有这个义务。沈明宝，你就跟我对着干，能耐？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挣的。哎，杨真呢？刚接了一电话，公司找他有事儿。你呀，对你自己老公好一点儿，这婚姻又不是战场，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什么意思啊？谁不合脚了？陈东刚，对你老婆好一点。你自己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这儿帮你呢，听不懂吗？谁用你帮啊？我跟我老公是蜜里调油，情比金坚，秀恩爱死得快。沈明宝，你咒我啊？我提醒你。行了，你们俩，姐，明天照常复工。必须啊！陈总监，您的快递，谢谢，不客气。小叮当，谢谢。啥情况？前任了，除了嬉笑怒骂，还有什么尴尬的？3天了，你就给我交这个东西啊？重新做。好，我重做。哎，你怎么来啦？犒劳三军，鼓舞士气。我看你是宣示主权来了。花语青言这个大客户是我空手套回来的，叫我救世主也不足为过。哎，你把这个拿去分给大家吃了。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来花语青言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说明我们的宣传效果很好。特别好吃。高的市场份额不代表高利润，眼光放长远些。走，带你宣示主权去。我知道，我也明白。新的 slogan 做成 KT 版，放在公司门口。行。还有啊，那个新3版的超那等你过来再说。你就是从知味天杰走的，我们做熟不做生，只要你愿意回来。之前跳槽的资深文案想挖回来。行，这个情况我们会考虑的，只要你愿意回来，好不好？喂，你好，我是公司的 HR。刚才陈总搞错了，薪资水平是不会提高的，行业不景气，能回来就回来，回来不了就拉倒。这个人我要的。这样的人，你今天花5万把他挖回来，明天就有人花6万把他挖走。这样的人，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现在正要用人。下午面试了几个人，前面4个呢是有行业背景的，也有经验的，后面6个是没有经验的，但是专业对口。下午面试我也参加，有问题吗？没问题，你们聊。亲爱的，怎么了？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查岗哪有通知的？那还叫查岗吗？
你还不睡啊？哎，上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是你做的吗？齐薇认可的。我要把组织架构改回来。为什么？企业规模小，又是项目制，扁平化管理比较合适。朝令夕改，这不太好吧？你质疑我？我哪敢啊！是你把公司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我才是公司老板嘛。你要朝令夕改，你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我单枪匹马去刻华宇青言的时候，也没经过你同意啊，陈老板。公司好不容易能起死回生，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再让你孤军奋战了。我要帮你把智瑞天劫做大做强。你要改人设了？改什么人设？霸道女总裁吗？哎呀，我跟你讲，这资产呀，分为2种资产，一种是优质资产，还有一种是不良资产。那你是哪一种？我生下来呢，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我是第3种，闲置资产。我不想再一直这样闲置下去了，我要把自己盘活。你快去睡觉吧。那你忙，我去闲置了。老大，那个华宇青言的样品。啥也没看。请进。扣子系错了，设计的，口红糊到脸上去了，气色好。刚才的事情啊，我不会说出去的，我亮你也不敢说，杀你灭口。哎，不是，我说你想清楚了吗？他可比你小10岁哎，13岁。我的妈呀！现在怎么那么流行年下恋呀？这薛可欣中招了，现在连你也中招了。年下恋怎么了？也能修成正果呀。哎，那是他扑的你，还是你扑的他？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昏了头的时候。完了完了，掉进去了。哎，你确定这不是笑面虎给设的什么美男计吗？好像也不那么美。哎呀，反正他要是转脸告你个什么职场性骚扰，你可怎么办呀？老大，你可是理性派的呀。我都理性一辈子了，管用吗？哎呀，人家的世界是诗和远方，我的世界是甲方乙方。工作半辈子，遇见一个奇葩老板，婚姻失败，留下一个奇葩儿子。人家的孩子是人才，我的孩子是素材。哟，那您可谦虚了，你这是素材库啊。行了吧，你别给我灌鸡汤。那你这也不能饮鸩止渴呀。我做做梦不行吗？胡作威跟我说，喜欢我多年了。那以后怎么办？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嘛。你先让我把梦做完。
我说你先把脸擦擦。又在干什么呢？霸道女总裁？查条款啊，号称弹性工作，其实就是鼓励加班。11点之后打车报销，也是鼓励加班。请进。有文件需要签字。合同是吧？我来吧。那个薛总说，沈总，你说现在当老板是不是最容易了？签字盖章、发号施令，让他干这个，让他干那个就行了。那陈董你会什么呀？我会签字盖章、发号施令啊。不过现在大家都不认我这个陈董了，认什么薛董？对，人家都叫他薛董，叫我小陈，小陈就行了我。他也是望夫成龙嘛。他这是刷存在感。他爸就想要个儿子，遗憾了30年了，现在他证明了，女儿也能顶门立户了。那你不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吗？我特高兴，我现在特别高兴。那你还跟这儿吐槽1个小时了？明姐，我是想要你的忠告。转发锦鲤，然后去买彩票，中了你就扬眉吐气了。钱不重要，我想要的是自尊，哪怕一丁点面子也行啊。他跟你说的？哎呦，你也考虑一下他的感受。他的感受重要还是公司盈利重要？真是。可心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他？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是为了我们俩。哎呀，嫂子，哎呀，这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再而衰，三而竭。哎，爱情保鲜期一过，自动散伙。你说你这越增加外部压力，让他们内部越团结，你越想强行拆散他们，反而把他们俩给捏咕到一块儿去了，明白不明白啊？啊，叔儿，嘿，哟，这身衣服不错呀，真帅啊！你这少拍乎我，你说什么时候不帅啊？啊？哼！哎，来了，过来。哎，你小子，我让你过来帮我忙，你就是不来。我以为你被什么小姑娘拴住活了呢。齐薇啊，她都多大岁数了，你也下得了手？您还说我呢？您好，你那小媳妇不是比你小18岁呢吗？哎，嘿，怎么啦？我可把你小婶儿搁进我们家户口本里了，我妈你奶奶没反对吧？你有能耐，你把齐薇搁你们家户口本里试试。哎呀，我现在非常期待你妈的反应。侄子，你呀，只要不结婚，你想怎么谈恋爱，叔都支持你。消磨青春，消磨理想，损害身体，这都不是大事儿。听我句话啊，所有的爱情都有保鲜期。你呀，等你这热恋劲儿过了，咱们再做决定，好不好？我嘿，哎呀，你什么时候长大了？我就喜欢他。那行，喜欢就跟他好，不结婚，好不好？外卖，来。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辞职呀？老板娘入场了，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场。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现在买一叠A4 纸都要向他请示，我就是一个摆设。哎呀，薛可欣，他就图个新鲜，吃不了这种苦的。我也累啊，我也想歇歇。你可想清楚，你忘了你以前怎么忽悠我，怎么给我洗脑的啦？
女人可一日无夫，不可一日无工作，谁说的？我天哪！你同意啦？我同意啦。我不同意。你又不是我妈，你凭什么不同意？哎，他比你小13岁呀。如果你像我这岁数，有一个小你13岁的男朋友，跪下向你求婚，你就是成功女性了。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定义成功女性的。我以前怎么定义成功女性的呀？你以前说成功女性要有钱、有颜、有事业，我错了。成功女性就要案头有花，炕头有人。你以前说男人会辜负女人，但是钱不会。你都不知道他拍照的技术有多好，他拍出来那照片比美颜还好看呢。你儿子知道吗？你儿子，哎呀，好烦呐！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告诉你，你有一个小自己13岁的男朋友敢蹲下来给你拍照，那就是稀有物种。老娘才不管那么多了呢。那要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等我后悔那天，我已经在养老院里面晒太阳了。好吧，好吧，你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可是你走了公司怎么办呢？把握机会。哎呀，突然间我的小心脏有点颤动，感觉我的小可爱在想我。哎呀，我真的要吐了，你快走吧你。肯定是想我了。哎呀，喝酒了，喝多了，走不了了，你来接我呀！啊，喝酒走不动了，头晕啊，头晕晕的呢。那一会儿见了。我的天，你怎么现在这么恶心呀？我真的要吐了。怎么了？这叫身不由己，你知道吗？哎，你说爱情这个东西啊，真是不讲道理。像我这样40岁的女人，也可以情窦初开呀。哎，可是到底为什么要蹲下来拍照啊？笨，闲腿长。明宝，我跟你说，人生处处有。哎呀，手机都掉了。掉了，别这样，老大。失业是求职的潜在风险。劈腿。我没说完呢，劈腿。劈腿是恋爱的潜在风险。知道了。还有，别闹了。出轨是婚姻的潜在风险。哪有人会为了不失业而不求职啊？也没有人会为了不失婚而不结婚。好了，对吧？对。明宝，我跟你说，虽然我走了，位置你顶。可是这滩浑水也是你的。哎，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哎，我先走了。忘了，薛可欣她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夫妻店，这么长久的。听说今天陈董跑去沈总监那儿吐槽去了。沈总监可是薛董的人，我这不是自己找死。我发现你没想明白，我出去拉客户、维关系、做组织架构调整，不都是为了帮你吗？薛大小姐，你就应该十指不沾阳春水，贵人不踏贱地儿，好好在你家做大小姐。我跟你结婚，你一次性投资，终身回报，你还想怎么样？一山不容二虎。哪怕是一公一母。你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陈同刚，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再想想你遇到我之前是什么样子。薛可欣，你知道什么最可怕吗？最可怕的就是以后我有再大的追求，再好的成就，这都是你的恩赐，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小瘪三。喘不过气来。哎，薛可欣，薛可欣，你干嘛？哎，有车，危险！
哎，那么这又回来了？是不是喝酒了？狗鼻子啊你！我都喷好几斤酒。完了。大晚上的让你老公独守空房，你好意思吗？哎呀，气我辞职了，所以我们俩就喝了一杯。谁想到啊，叱咤风云的女魔头也有今天呢。那他辞职了，你们公司以后谁当总经理啊？天上这么一个大馅饼就掉到了我的头上。掉你头上了？啊，是啊，你不替我开心吗？啊，你不替我开心吗？杨真，快来吃饭了。当老总了，管多少人啊？想当年我当厂长的时候，你不是副厂长吗？去。哎妈，这老黄历了，别提了啊！嫂子跟投资人那是闺蜜，当总经理是理所当然的嘛。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凭关系才上位似的。那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能力啊！来，借花献佛，神走亲。给我盛一碗。哎，我说啊，这个事业好归事业好，但是你们俩的任务必须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给我弄个孙子呀！那我要是个孙女儿就不行吗？不是，孙女儿也行啊。没想到你还有点重男轻女。你给我闭嘴！我的呢？每个品牌主和广告代理公司的平均合作期，你就直接告诉我，用了你的广告，每个省能卖出多少台车？肖伯纳曾经约过，所有的专业看上去都像是针对外行。郑叔叔，我不能蒙您啊，那包治百病的都是因为甲方把所有压力全都放在了营销上面，甲方也是需要教育的。喂，妈，我今天加班，不用给我留饭，也不用给我留门啊。我嫂子发的，跟我哥说让他早点睡，不回来了。又不回来了。这俩人老不见面可不行。自从我嫂子当上总经理以后，我可天天独守空房，这样下去啊，两个人非得丁克不可。什么叫丁克？就不生孩子呗。那怎么行啊？这什么情况？改洗头房风格了？这不是我妈跟我妹说，咱们俩调节调节气氛吗？这不知道还以为大保健上门了呢。可不嘛。儿子，那把这汤喝了。哎，我现在不想喝汤。哎呀，喝吧，我炖了一下午，带一晚上，费老劲了，赶紧喝，喝点。怎么样？还行吧，有点腥。大补，高级的，多喝点。这方子我花好多钱呢。你拿什么玩意儿炖的？三边汤。你就别忍住不许吐啊！哎呀，你人都不需要这玩意儿。哎呀，有则改之，无则减免。哎呦，你喝点。哦，我不用，谢谢妈。哎呀，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你？妈呀！
沈总。妈，你别给我当沈总啊！你是酸硬体质还是碱硬体质？你想生男孩还想生女孩？慢慢给我弄了个 APP， 说是能够清宫表。你还睡不睡觉了啊？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这资料需要整理一下。沈总，您现在都是总了，这些事儿不能交给秘书办吗？那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让别人代替的呀。这要生孩子能让别人代替的话，我倒是求之不得呢。哎，我问你啊，如果婚姻是一场游戏的话，你觉得这繁衍后代是一项成就啊，还是一项任务啊？成就？如果是成就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么多当了爹妈的人还吐槽生活品质下降呢？那就是任务。它如果是一项任务的话，为什么还那么多人乐此不疲的前仆后继呢？哎呦，我脑力有限，别想了啊。干嘛呀？打呼噜，自觉回避。吓我一跳！干嘛呀？睡觉啊！睡什么觉？哎，赶紧进去！我进去干嘛呀？沈总的排卵期到了。哎呦妈呀！你让我休息，我这样。要不我来把汤给你热热？哎呦不，谢谢。哎，进。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还是我哪儿让你不满意了？咱们俩得把这原因给找出来吧。哎呀，找什么原因？失败的原因啊！谁失败了？咱俩呀。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度紧张了？我紧张，是你紧张才不行的好吗？谁不行了？我没不行。我那是不想。你是看见我不行，还是看见所有女的都不行？哎呀，有区别吗？区别大了。老婆，咱们俩就不能要一个顺其自然的宝宝吗？咱们俩怎么不顺其自然了？咱们也没把什么精子卵子放在一个试管里。哎，大叔，那以后就能不能不要用那些那个优生的那个专业的术语来描述这件事情啊？什么清宫表，什么排卵期，什么基础温度，什么精子存活率，以后一概别提啊！本来挺好的，被一时无全都被你弄废了。你有什么毛病啊你？沈总，我不是你必须攻下来的山头，也不是你必须要炸掉的碉堡。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休战3天，还有明天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都给我撤了，看得我真的是，你别扑我了。这乱七八糟玩意儿是我弄的吗？我扑你了，不是你妈让咱俩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心理障碍，你得去看心理医生。我。下一位。哎，你生理层面没啥问题，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大家放一放手里的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她叫杨曼曼。哎，小李啊，今天是不是要带客户看房？对，约了10点。哎，那正好，你带他1天。不用，我有经验的，不用人带。正好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你有电动车吧？有啊，我现在去取。过来，我跟你讲，他是老板的亲戚。听说你是老板的亲戚？我嫂子的妈跟这老板的爸是朋友。哦，夕阳红，你有工作经验？工作了3个月，都满实习期了，租了好几套房子出去呢。你之前在哪家店？就街拐角黄色门脸那家。三山房产。啊，行里都在说三山房产被一个实习生报警给端了，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就是我啊。走了。能不能换个男大夫？我是很专业的，你质疑我的性别，就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我是觉得，我这……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会介意大夫是男的还是女的吗？不介意。那我检查你的心理，你为什么会介意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你们女人是被什么定义的？家庭。她是谁，在于她是谁的妻子，谁的女儿，谁的母亲。我们男人是被工作定义的，头衔、职称、年薪、办公室的大小、手下人的多少。要是没有这些啊，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我认知缺失。自从被放假以后啊，出门都戴着个帽子，都低着头走，生怕碰见熟人，然后问我小杨啊，哎怎么着放假了？我要是跟人家说我放假了，人家肯定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你看小杨没本事，天天在家待着，缺乏价值感。哎，大夫，你能不能别把这鉴定结果念出来啊？你这宣判似的。你身体有什么症状？身体什么症状？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哦，这些都有。夫妻生活是不是不和谐？不是大夫，你们这不是心理诊所吗？你怎么聊到生理了？你会因为是女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觉得被冒犯吗？你老婆是不是很强势？你妈是不是很强势？你的童年是不是有缺陷？你才有缺陷。你还会回来的。我们今天呀，准备了5套房源，都可以看。户型图，一会儿看那套呢，2房朝南，1房朝北，西边套。没有。不是让你打印了吗？那我现在去打印啊，不好意思。新来的吧，业务那么不专业。哎呀，老板的亲戚硬塞给我的。哎，这边请。他就是那个报警的，行业公敌。这种人就要防着点儿，老板怕他来监视我们的。看我不整死他！有小孩啊、老人啊，都可以过来一起住。李姐，给户型图。给2302的房东打电话。哦，来，你看看这个，这个也是精装修，张先生刚腾出来的新房，特别是好。哎，我是曼曼。朝向好。是，现在来看房呢。你看这。喂。哎，好，我知道了。是。把钥匙送到西坝小区，有同事等着用。
好，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我是简宁的女朋友，麻烦请通过我一下，和您太太有关。你好，你终于肯加我了。简宁是谁？智瑞天杰的，跟你太太是同事。所以呢？我俩在一起2年了，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不想结婚。直到前几天，我才发现问题在哪儿。他还在经常的接送他前女友上下班，而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电脑里发现的。为了保护对方的隐私，我特地打了马赛克。我男朋友正是因为对这个马赛克女孩旧情难忘，所以才不肯跟我走向婚姻。这是谁？应该是你太太吧？哎，今天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我笑了一早上。简宁是谁啊？我的一个同事呀，你见过的。等会儿我送你啊。不用，有同事的顺风车。简总，你的咖啡。谢谢啊。哎呀，第一天工作就想做这间办公室了吧？啊，恭喜你，如愿以偿。感觉怎么样？嗯？为什么要辞职啊？哎呀，在自己前女友的手下工作，你以为会很舒服啊？能不能不要离开公司？那你得给我个理由。哎呀，第一天工作就想做这间办公室了吧？啊，恭喜你，如愿以偿。感觉怎么样？嗯？为什么要辞职啊？哎呀，在自己前女友的手下工作，你以为会很舒服啊？能不能不要离开公司？那你得给我个理由。齐总走了，胡作为也走了，连你也走了，我就更难了。明白？有人上船，就会有人下船，这很正常。再说了，这年头，夫妻之间能不能走完全程还不知道呢。可是，现在公司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客户有了，资金也有了，正是我们大施拳脚的时候啊！是你大施拳脚的时候，不是我啊！可你已经是创意总监了。林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之前我们所有的提案，泽良那边都会事先知道？因为胡作为是笑面虎的侄子。不是的。是我。我两头拿工资，已经很久了。你不怕我把你说的话录下来，告你不正当竞争啊？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为了你好。你入职比我晚1年，我记得你刚刚到公司的时候，跟在齐薇的屁股后边。无论大事小事都记在一个小本上，对吧？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姑娘有野心，不适合交女朋友。那你当时还追我？我说过了，有人上船，就会有人下船，走不了一路，走一程也好。明白？你以后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定要把人看清楚了，要不然你还会吃亏。嗯？
泽良给你什么职位？当然是跟你同样的职位。真遗憾，以后喝不到你的第2杯半价了。我说明宝，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啊？怎么了？有哪家咖啡馆会几年如一日的给你提供第2杯半价呀？啊？走了。哎呦，你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呢？好累。哎呦，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有事你说。你跟我结婚之前交过几个男朋友？我跟你结婚之前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你再回答一遍。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工作以后一个，晚上是一个。现在还联系吗？不联系了。那你工作以后认识那男朋友，在一起多长时间？几个月吧。那你们是怎么成的？每天一起工作，面对面18个小时。哎呀，那你们是怎么分的？每天一起工作，面对面18个小时。你们2个谁提的分手？是你还是他？你是审讯呢还是熬鹰呢？那个 point 是单身经济，2亿的单身人口，2亿的购买力。你昨天说你有个前男友是同事，你不会上网查一下吗？到处都是资料的呀。单身人口的消费倾向远高于家庭，他们的储蓄倾向远低于家庭。这文案怎么回事？一点也不靠谱。你刚说什么？我说你今天真好看。是吗？你们2个谁提的分手？是他还是你？谁跟谁分手啊？你也跟前男友。跟我前男友？我前男友多了，你说哪一个？工作以后认识那个。工作以后认识那个。哦。哎，你今天怎么回事？受什么刺激了啊？回头等我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写个情感汇报。我说你，以后能不能别老玩手机呀？对眼睛不好。你本来眼神就不行。好，眼神不好才找了你呀。哎，上班化这么浓妆干什么？我妆浓吗？我天天都这样啊。天天上班化这么浓的妆给谁看呀？怎么一回家就卸妆呢？化妆是社交的基本礼仪，你懂不懂啊？哦，你不懂。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好好聊一聊了？今天中午，我不要消费者把注意力放在省电上，我要他们知道这种小电器、小电饭煲、小冰箱都是为一个人设计的。白痴啊，这是！你给我把这个文案换掉，它不行。气死！你说中午干嘛？啊，我说美女，中午有没有空啊？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块吃个饭呢？可以呀，帅哥。哎，以前那个总顺路送你上班的同事叫什么来着？啊，简宁。哦，简宁。哎，他最近怎么不送你了？怎么改成让我送了？他辞职了。哎，前面好像是堵车了。好像是堵车啊。
怎么了？这是撞了？碰上了。这也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去。你别管我了，我自己跑出去。你真跑出去啊？你慢点儿！这有2位客户。你好，我来。2位买房还是租房呀？哎，来，这边请，把我的户型图拿过来。哎，您看啊，这是新房子，这个呢主卧是朝南，阳光特别充足，特别好。还有这个，这客厅特别大，这个2张发票你帮我打印一张。就这户型啊，特别适合新来的居住。紫玉苑西区6号楼有租户投诉，你去处理一下。那个物业负责的吗？我们可是管家式的中介服务，鞍前马后一条龙。行。来，你给我进来，来，这房子3天2头的出问题，今天缺水，明天停电的，网速还慢，管家没管什么了？您别着急，阿姨，我给物业打个电话。电话我自己还不会打，马桶堵了，全家人没法上厕所了。这个没人接，估计是吃饭去了。你们承诺的管家室一条龙服务呢，你们还有1个月1次的免费保洁呢。行，我立刻就去问我们组长。哎，还用问？你不就是那条龙吗？来，干嘛呀？干嘛呀？现在的小姑娘干的活真磨叽，就这点活，我年轻的时候3下5除2就干完了，真能磨叽。干完了以后啊，记得帮我清洗干净把马桶哈。好。垃圾给我带出去哈。前2天跑进来个老鼠，你帮我抓着哈。哈？老鼠抓着没听见？好。先生，你家的啤酒，谢谢。这儿呢。你这大中午的吃什么火锅啊？吃我一身味儿，下午还开会呢。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要不怎么叫您沈总呢？都不食人间烟火了。我可没标榜我是小仙女啊。真心话大冒险。拜托，我下午还要上班呢。那我单人真心话大冒险，您随意行不行？你不就是想问前任那点事儿吗？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说一句，我喝一杯。她叫简宁，我们俩确实好过。在一起多久？几个月吧。他俩在一起前后3年。谁追的谁？他追的我。谁提的分手？我。为什么？没意思了呗。哎，你别喝了。和我一样，他想结婚，他不想。你跟你前男友在一个公司上班，每天大眼瞪小眼，10几个小时，一天待的时间比我都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我是你老公啊，我有知情权。那我也没有问你前女友的事儿啊，过去的事情不能让它过去了吗？我哪有前女友？你是初恋。呸！信你个鬼！你那40多个前女友了？你才40多个呢，我就那一个，还被我拉黑了。我让你拉黑了吗？分手了就不能做朋友吗？哦，你要这么说，那我知道我为什么朋友少了。哎，我把他拉回来，问问他现在工作怎么样啊？公司缺不缺什么职务啊？哎，我面个试，对吧？每天我也跟他10几个小时，别大着点，我走了。那边出不去。
你把我招的人给开了，不可以吗？咱俩在这谈，还是去外面谈？就在这儿谈吧。陈董，麻烦你回避一下。那个，我要不给你们倒杯咖啡？你们要喝什么口味的？我自己决定。我是董事长，我想用谁就用谁。你是董事长，但是在用人方面，你只对总经理，也就是鄙人有任免权。你可以开了我，但是你不可以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哦，不对，你其实是董事长太太。明宝，这小陈他不是这块料，扶不起来，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他扶不起来呀。我劝你有时间去把股权做个变更，也不费事儿。我是怕伤了他自尊心。你不怕他再次把公司搞黄啊？所以啊，你是护城河，我是防火墙。你今天这气压怎么这么低呀？出什么漏洞了？杨铮，好好的突然问我是不是跟简宁好过？他神经这么长，这么后知后觉，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不会是你吧？我自己老公我都管不过来，我哪有闲工夫去管你老公啊？再说了，前男友就前男友呗，你干嘛瞒着杨铮？我没瞒着他呀，我只不过是没有主动告诉他。那还不是瞒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本来就想让我在家里当摆设，这要是知道办公室里有个前男友，那不更来劲了？你干什么呀？应你老公要求拍的。什么意思啊？这都不懂？查岗。你老婆现在跟我在一块儿呢，情绪稳定，放心吧。信任这种东西，就像是信用卡里的透支额度，一旦你透支了，这信用记录就有了污点。还好简宁已经辞职了。回来了。啊，妈。林宝，你快去看看小妖精，怎么了？下午就回来了。两只眼睛红红的。杨铮呢？哎呀，上次就因为他妹他把人打了，这回我还敢告诉他呀？杨二曼，怎么了你？我进来了啊。怎么了，杨二曼？以后谁要是再叫我杨二，我就二给他看。这不是你在家的艺名吗？哟，哭啦！别哭了，别哭了，眼睛哭肿了，明天上班可丑。我不上班，我随随便便找个有钱人嫁了，我以后再也不工作了。你这是怎么啦？是不是遇到难搞的客户了？我跟你说啊，遇到这种难搞的客户，我的经验最多了。不过呢，你要是换位思考一下，不是，那是有男生用套路追你了，是不是？让你辞职，要带你远走高飞。曼曼，你还小，这方面呢，你少来了好不好？每次出现问题你就摆出一副人生导师的样子，你也不问我需不需要吗？啊，行，我不对啊，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我应该聆听，好不好？那你说，我听着。你收起你这副居高临下、假仁假义的样子，好不好？哎，回来了，人呢？怎么不吃饭啊？他们姑嫂俩聊天呢。聊天也吃饭啊？杨铮，你别去，过来坐下。过来。这聊啥秘密呢？我谢谢你，我不需要你的关心，我只需要空间让我呼吸一下。
就是聊天啊，没聊急眼了。哎呀，你别去。哎呀，我维护一下世界和平。当初要不是你让我报的警，我就不会成为行业公敌，也不会被同事排挤了。报警怎么了？报警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这个行业，想要干出点成绩，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小动作，要么跳个单，或者撒谎找个托。如果我回回都报警的话，报得完吗？不是，你这个耍点小手段，它是一回事儿，犯法是另外一回事儿呀。可是关键是承担后果的人是我啊。曼曼，我觉得你真的没有错。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对跟错的问题，现在是你在帮我选择。每一次你选择了，然后我来承担后果，你觉得公平吗？我说了，我最烦你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我没有教育你，我只是希望你少走一点弯路。我有错吗？沈明宝，你就认个错能怎么的？我哪儿错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总标榜圣人，你让别人也跟他一样吗？你自己就做到一尘不染了吗？你几个意思啊？你自己心里清楚。我清楚什么呀？我不清楚。你别含沙射影啊！你给我说清楚。应该是你跟我说清楚。我说清楚什么呀？你跟你前男友在一个公司上班，每天上下8他还接你送你。那正因为我们问心无愧啊！你问心无愧，那他为什么辞职啊？你问心无愧，他为什么不和他的女朋友结婚啊？有病啊！你们兄妹俩。这不是我的主场吗？闭嘴！明宝，天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妈，我回娘家。妈，你别管。别了。搞什么啊？哎，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简宁的？你把他微信推给我。查无此人。哎，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简宁的？你把他微信推给我。已经离职了。过来吃饭。哦。哎，顾叔叔啊，哎，我是明宝，那个我老公的妹妹。他在你们那个店里上班，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你妈不又把我给甩了？你还想让我关照你妹妹？哎，嫂子，他认错了。我说他了，回来吧。才怪。这杆打得不错，有点意思了啊！你也在啊？最近来练一场，练得挺勤的。我得多练练。现在不会打球，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做生意。你球打得好，改天教教我呗。不敢当。听说你在跟那个家化厂的项目，家化厂拿下来了吗？还在谈呢，费用挺可观的，但是对方要求垫资。正常。是吗？嗯哼。但不是一笔小数目。你知道吗？其实垫资啊是一种考验，考验你到底有没有信心跟他们共进退。能真的共进退的人，到最后才能是真正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人。我帮你呢，是看在可心的面子上。你们分手那段时间，他来找过我。放心，我不会趁人之危的。这有什么？我压根就没多想。可是他跟我说，他挺困惑的。他说你是食草动物，而他天生就是食肉动物，很难想象像你们两个这种不在一个世界的人，最后竟然走进了婚姻。那你是什么？你是食肉动物吗？哼，童刚啊，你知道怎么才能成为真正的食肉动物吗？眼界、勇气、胆识。
一样都不可少。加油吧！动我手机啦？我这条信息还没看，怎么就打开了？我电脑也动了是吧？不能动吗？当然不能动了，这是我隐私。哦，那我以前查你购物车，帮你把里面东西全清的时候，怎么不说隐私呢？那目的一样吗？那你怎么知道刚才我打开你电脑不是查你的购物车呢？难道你想主动和解啊？刚还在百度上查化解冷战，没诚意。杨征先生，您好，您已经预约了心理医生甄玲，预约时间13日下午2点至3点，地址函谷路关博心理诊所。请进。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你好，我是甄大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请进。我老婆有个前任，她跟我说，他们在一起也就几个月吧。可是后来，我老婆前任的现任告诉我，我老婆跟她的前任在一起的时间有3年。继续。我老婆跟她的前任一直在一家公司上班，而且我老婆特别热爱加班。我本来以为啊，他们那个行业就那样，可直到后来，我老婆的前任的现任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才知道，我老婆的前任一直留着我老婆跟他前任在一起的照片呢。那你觉得是为什么？至少说明他对我老婆旧情未了。我这个分析没毛病吧？没毛病。我就想知道，我老婆对她的前任是不是也是旧情未了？这也没毛病吧？没毛病。而且我们结婚以后，我老婆的前任还总接送她上下班，美其名曰的说顺路。不排除2个人真有顺路的可能性。那你说，我老婆的前任后来为什么辞职了呀？是不是被公司什么人发现了，看出来了？哎，如果我老婆要是对她的前任没有感情的话，她为什么要跟我撒谎啊？
事实不见得就是真相。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你好，我有预约的，我姓沈，沈明宝。甄大夫，现在有客人，您先稍等一下。行。哎，对了，那个甄大夫他的诊室是在啊，就在这个房间。啊，谢谢。您先稍等啊。嗯。你们有怀孕要小孩的打算吗？别提了，我妈充分地掌握着我老婆的排卵期，她知道我老婆每一天什么时候体温最高，最适宜受孕，而且我妈还监管着我的代办式摄入。你是焦虑依赖型人格。焦虑依赖型人格。统计学上说，在亲密关系中，焦虑依赖型人格女性居多，而男性是回避型居多。那你的意思是，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女人？沈小姐，您可以进去了。哦，谢谢啊。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你好，我是甄大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你好，甄大夫。那个，我跟刚才那个男病人是一样的问题。焦虑依赖型人格，恐惧心理过度啊。第3类人格障碍体。甄大夫，我说的不是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我知道了，刚才那个是你老公。我可没这么说。你俩前后脚不超过1分钟，一个治疗创伤，一个为随破案。服。那大夫，我老公他是什么障碍体啊？对不起，我有保护病人隐私的义务。你保护他隐私，那他病这可好不了了。他有没有给你提过前男友啊？你有吗？谁没有啊？念念不忘。我老公跟你说的。你们之间是不是留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不起，爱莫能助。小陈，你包的馄饨，薛小姐那么爱吃，有什么秘诀？教教我呗。这我的独门秘方，我给可心多包一点。谁让你给家化厂垫资的？谁同意的？我先去给你收拾房间吧。天气这么冷，你怎么不多穿点？你知不知道那家公司快破产了？是你让我去接触的。是我让你去接触的，但我也没有让你去倒贴啊。上千万的广告费，你一句话说垫就给垫了。人家是大公司，如果不垫资的话，人家不可能给我们包年。你垫进去的是个无底洞。你做过调研没有啊？你没做过调研，你也可以去打听打听啊。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不跟我商量，你跟沈明宝商量也行啊。我看你啊，还是别去上班了，你就记着回去，在厨房里包馄饨比较适合你。薛可心，你从来就没有看好过我，对吧？那你也得做出点让我看好你的事情，是不是？你回回都给我捅娄子。我穿围裙，
是因为你说过穿围裙的男人最性感。我包馄饨是因为你说过你最爱吃我包的馄饨。我穿着你喜欢的衣服，留着你喜欢的发型，用着你喜欢的香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你，因为你我已经失去自我了。你还在这儿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有意思吗？我没挑你，我这是就事论事。陈同刚，你的自尊心能不能别那么强啊？自尊心，自尊心，我在你这儿我还有自尊心吗？你去哪儿啊？沈明宝，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夺了我的权啊？怎么啦，驸马爷？不要叫我驸马爷，不要把裙带关系放在个人能力前面。本来就是。我已经答应客户垫资了，你们这样等于打我的脸啊！那你希望我怎么做？站在我这边，签字就行了。这么大的金额，他不可能同意的。那就帮我说服他。我看见我出进气了吗？陈同刚，你没事吧你？啊？于公来说，薛可欣她是我的金主；于私来说，她是我20多年的闺蜜，我凭什么站在你这边啊？我背后捅你刀子，你没事吧？你说话过脑子，摆清楚自己的位置，管理好自己的期望值。你赶紧把我开了，我伺候你们公母俩，我早受够了。给谁打电话呢？管着吗？管不着，友情提示一下，咱家司法口不隔音。跟我老相好搞电话粥呢。不是你大周末去哪儿啊？加班，跟我老相好一块儿。没个老相好。行啊，小郑，这放假放的红光满面的，这发量都多了。别开玩笑了，哎，我跟你说，真的，体力也好了。休息会儿。行，歇会儿。哎，老吴，我听说咱们公司那产品……哎，给我打住！你约我出来的时候，咱俩说好了啊，不谈工作啊。行，不谈工作。哎，家里都挺好的。哎，跟你说，我现在觉得家庭就是个动力系统，初始条件下，细微的改变可以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来一个人，就等于增加了一个变量，系统就会自动的调整一下。往哪个方向调整，你根本就不知道，也控制不了。我妈来了，被我老婆给收服了；我妹来了，被我老婆给笼络了。你知道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吗？3个女人组了团一块对付我。蝴蝶效应啊，我懂，系统论我学过。你呢，得一点一点调整这个技术参数。对了，你老婆那个前台助进修班上来以后怎么样？根本就没去，还联合我妈给我一顿批评，说我不尊重女性。还有你给我找那什么班，不先跟我说一说？你得教育她呀！哎，那是我老婆，又不是小孩子，我怎么教育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教育可以说是教育，也可以说是训练。他所有的行为啊，都要产生这个后果。这个后果呢，可以说是奖励，也可以说是惩罚。懂我的意思吧？听不懂，听不懂，就是啊，男人这个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哎，一会儿打完了，找个地方喝2杯去。也不是不行，啊！哎，
往好了想啊，不是打了马赛克了吗？啊，说不定就是前任他随手一拍忘了删了。忘了删留照片干嘛？辟邪啊！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该留的东西留在你那儿了？你的心啊。不是，综合分析啊，前任手握照片来聊骚，现任情感空虚，必接招，八成你老婆有外心了。你说我这刚结婚，起手就是 bug， 婚姻出现 bug， 这当机可就得当一辈子啊！你做好思想准备，啊！一个不婚主义者，如果不是因为情感受伤，他是绝对不可能打破原则突然闪婚的。原则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果然啊，结婚教不了你幸不幸福，看来能教会你怎么抬杠。不过我倒不介意为了你再打破一次原则。我真的是听不懂你什么意思。为你疗伤啊。不必，我早自愈了。我觉得呀，我跟我老婆就像是俄罗斯方块，本来是应该相互契合的，结果都不在一个点上。现在啊，要么就是我换个体位将就她，要么他换个体位将就我。哎，要不然你俩就一块儿消失。啊，对你念念不忘，确实是事实。事实并不代表真相。你老公想知道的不是真相，他只是想证明他心里的那个真相。听我的啊，宣誓主权，戳穿谎言。手段不够硬，身段就得软。